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今天带你们来到这个非常漂亮的场地啊，看到吗？后面是一个湖，当然就是要来带大家体验比较越野、比较 off-road 一点的东西了啦。相信大家看到标题啊，还有今天的这个 thumbnail 就知道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身边这一台即将在马来西亚发布的 J-Cool J7。这一台车呢是一个 Premium Off-Road SUV，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辆车 Premium 是有了啦，因为之前我们有看过这一台车的 preview， 整台车的 Exterior、Interior 都非常的高级高档，就是有 Premium 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 Premium 过后的那一条字 Premium Off-Road SUV 是什么意思呢？它真的可以完成 Off-Road 吗？长到这样漂亮，好像一个公主这样，是不是有公主病啊？有公主病，这样子可以去 Off-Road， 对不对？我们今天就要来为这辆车做一系列的 Off-Road 挑战。影片开始前，就让我们来看一下70迈的最新产品70迈 A810。70迈 A810， 它是一个支持拍摄 4K HDR 超高清的行车记录器哦，而且它的主摄镜头啊是来自 Sony 的 Starvis2 IMX678 的镜头，它是可以支持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的帧率哦。一般上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都是24 frame per second， 而70迈的 A810呢，它是可以支持比它们高3倍的帧率啊，也就是说你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有一些车他们用高速切入你的车道，还是可以清晰的拍摄得到他们的车牌号码，还有他们的车的动态。所以如果发生什么碰撞意外的话，是更加能够保障整个画面的画质清晰度。除了前方非常好料的主摄镜头以外啊，在后方的镜头呢，还是一个全高清的 HDR 后方拍摄镜头，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它拍摄出来的画面是非常的高清的。AI Detection 功能还有超级夜间模式呢，这一次在 A810 上面也是搭载的哦。如果你要远程监控你的车的话，也可以买70迈的 4G Hardware Kit 哦。不管你去到天涯海角，都可以知道你的车当下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一点真的太 good job 了。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非常好用的70迈 A810 的话，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找到它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 A810 的价钱了啦。这样好看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像我这种白马王子呢，就要配上一台 Princess 级别的车款。这一台 J-Cool J7 呢，它在外观方面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个车灯的位置，其实不是车灯，它是一个 DRL， 而且它是有一个 checker flag 的那一种设计 design 哦。我觉得这样子的 design 很好看啊，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可能因为我是一个赛道型博主，我看到这种 checker flag design 我就很爱啦。然后当然它的大灯是放在 bumper 这个位置。上一次我们忽略掉没有讲到的就是啊，原来它有 fog lamp 啊，它把 fog lamp 藏在 bumper 的最下方，然后在正中间的位置，我们往前面看呢，还可以看到有一个短波雷达、AEB 自动刹停、紧急刹停功能、ACC 自动跟车功能，这一台车绝对是具备的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瀑布式的 front grille 啊，你们觉得好看吗？我觉得其实整个看起来非常的大气啊。那现在这一台车呢，看到吗？它是整个翘起来了。为什么我把它翘起来呢？因为就是要凸显它的这个 off-road 越野性能。马来西亚版本有2种传动方式，一个是 two-wheel drive， 一个是 all-wheel drive。那我们现在身边这一台绿色的呢是 two-wheel drive 版本。等一下我们进去里面 test drive 它的越野性能的时候呢，就是一个 all-wheel drive 版本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 all-wheel drive 还是 two-wheel drive， 它的这个铝圈都是一样的设计，19寸的铝圈哦，搭配的轮胎是235/50R19。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红色卡钳，红色的 caliper 就是比较 sporty 的 feeling 啦。我们还可以看到车身侧面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可以自动内收式的门把手。很多人就会担心这个门把手拉一下会不会坏掉啊？我可以跟你们讲，这个质感啊，非常的丝滑，又不失 solid 的感觉。打开这个车门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门板啊，有很多大面积的这种软材质，靠手的部分啊，还有上方啊，都是软材质的，还有皮革包覆。当然，这条蓝色的东西呢，就是它的氛围灯啦。那既然它是一台 Premium Off-Road SUV， 就要有一点 Off-Road 元素嘛，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门把手方面呢，是比较硬核、硬朗设计。上一次没有跟大家讲它的这个电动调节的椅子啊，在前方的位置呢，是有往外
延伸了，看到我的大腿嘛，完全就是被 support 到够力啊。所以这台车相信开长途呢是很舒服的，因为它的大腿支撑非常的好，腰部这边又有一个顶出来顶着我的腰，整个人体工学还有它的坐姿非常的舒服。Steering wheel 方面是可以做到上下前后调整。Steering wheel 的前方呢有一个小个好像雷达这样子的东西，是用来侦测你的驾驶情况。如果你疲惫了啊，想睡觉了啊，这台车都会做出提醒哦。还有一个比较硬核型的排挡杆，看起来就有点加战斗机的感觉啦。右边这边有一个按钮，按下去就是 manual mode。等一下我们在试驾这台车走 off road 的时候呢，就会用到它的 manual mode 了啦。然后还可以看到一个好像 iDrive 这样子的，是用来切换它的驾驶模式。这台车有7种驾驶模式啊，其中7种驾驶模式里面有3种是公路使用，4种是比较适合越野的。所以你看到吗？它的越野的模式是多过公路模式，可见这一辆车应该是没有公主病啊。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dashboard， 还有中控荧幕。这个中控荧幕呢是具备360功能，当然这个360功能呢还有3个 mode 可以选择，一个是你可以看到你的车，一个是你可以看到你的车变成半透明，还有一个是直接把你的车变不见掉。来到我个人非常注重的一点，就是每一台车的后座一定要很舒服。这一台车的后座呢，刚刚前方我已经调整到我个人的一个舒适坐姿距离了，过后后面还有很大的一个腿部空间距离哦。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个后座的椅子啊，没有 cut cross 啊，跟前面一样，可以把我大腿完全的支撑到，这一点真的很赞。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后座椅背倾斜角度，看到吗？这台车的后座椅背是2段式的倾斜角度调整，所以如果我要做到比较斜，我可以把它调整到最往下。中央扶手方面肯定也是有的啦，把它翻下来过后，手靠在上面，感觉真的是很赞。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前座2张是电动调节的椅子，然后我们坐在后座的话呢，还有这个 Boss Switch 啊，可以直接坐在后座调节前方 Passenger Side 的椅子，这一点也是非常的赞。但是有一个我要吐槽的就是后座冷气出风口它只有1个 Air Vent 啦，如果2个 Air Vent 会更好啦。那讲到前座跟后座没有 cut cross 呢，我们还可以在门板这边看到一些细节，就是整台车不管前面还是后面，它的门板的这些软材质、皮革包覆都是一样的，没有 cut cross。当然这一条蓝色的氛围灯也是有保留。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整台车都是用 Sony 的音响，买回去不用改音响了咯。像我们这种做拍摄的时常都会大包小包行李箱，还要带到一大堆拍摄器材。这一台 J-Cool J7 呢，我们只需要轻轻点一下，它的尾箱盖就会自动开启。打开过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箱空间深度，我觉得是 OK 的，可以放蛮深的东西。但是往下呢，就不是很深了啦因为这一台车呢，它是一个 All-Wheel Drive， 所以在下方呢，就要让它放下它的 Multi-Link Suspension， 还有它的 Long Shaft， 还有后面的这个传动系统，所以整个后箱会比较小一点点。但是大家不要担心，这台车是有 full size 的这个 spare tire， very good job。这个尾灯设计哦，它是一个熏黑式全透明的尾灯盖，然后是从左边贯穿到右边，跟前面车灯那个 DRL 的位置一样是有做出一个好像 checker flag 这样子相呼应的设计。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好看很对我的胃口就是然后我们在 bumper 这边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夸张的 reflector， 下方呢可以看到有假的 exhaust tip， 这个是没有排气功能的但是这台车它是有真正的双出排气管，但是是隐藏在 bumper 里面OK， 现在就是来到这个我个人非常期待的试驾环节了。这一次的试驾呢，就像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没有在马路上面试驾这一台车，我们今天要试的就是它的 off-road 体验。off-road 就是非铺装路面一般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市场上一直在卖着的所谓的 SUV crossover 都是都市型的 SUV 就是比较偏向于马路的啦。但是这一台是一个 premium off-road SUV， 这样 premium off-road SUV 它至少也要可以做到 off-road 嘛。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来体验这台车它在 off-road 表现是怎么样的啦。今天的这个天气是早上下了一个雨，所以现在的路面上是潮湿的。这台车呢，它是有7个 mod 可以选择我们可以在它的 mod 的位置这边做到切换，把原本的这个 eco mode 换成这个 off-road 的模式。那现在我们走的就是一个比较非铺装路面，然后是石头砂石路，有一点点的积水。我们体验得到的是这台车在这种
情况下，比起之前我们驾过的 4x4 pickup truck 啊，它的 suspension 是比较舒服啦。4x4 pickup truck 走这种路会比较硬核一点，你会感觉到整台车的bumping比较明显。这台车呢，驾起来就比较舒服，比较舒适。这台车是有这个天窗 ，very good， 而且它的天窗的面积非常的大，这种有点阴天啊，打开这个天窗就很舒服啦。然后这辆车是一个 all-wheel drive 版本哦，所以它的这个智能调节功能啊，它会自动知道你的4个轮子的 traction 哪里是 loose 了，哪里是有 traction 的，所以它可以给到最好的那个抓地力。OK，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环节呢，是叫做 roller ram， 就是在那个路上啊，有3颗轮子会停在 roller 上面，模拟的就是去到那种泥泞沼泽地，或者在国外下雪天的天气，所以剩下1个轮子有 traction 罢了。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 J Cool 的 J7 呢，它开起来在上面是怎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中间的中控屏幕换成一个360，等下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中间的荧幕看到我们的车是不是停在对的位置。现在就开始啦。现在我已经停在相对应的位置了，我要过这个位置呢，只有1颗轮子有 traction 哦，所以我们来踩一点油看看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是有一个打滑现象，可是还是可以好好的顺利通过。3颗轮子是没有 traction 哦，1颗轮子有 traction， 可是还可以顺利的通过，而且还是在一个斜坡、上坡的情况下，所以这一套 all-wheel drive 的系统真的不错啊。好，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个环节呢，叫做 frame twister。frame 就是你的整台车的那个好像框起来那个 frame。的 twister， 我们前面可以看到这个马路哦，是有4个 hump， 可是那个 hump 是分布 zigzag 型的，就是左1颗右1颗，左1颗右1颗。所以现在要通过的话呢，一般上我们的 sedan 啊是肯定没有办法啦，我看起来肯定是磨到下面的。那 SUV 呢就有这个穿越能力，但是一般的都市 SUV 可能就没有办法顺利通过。但是这一台呢，它最主要的还是一个 premium off-road SUV 嘛，所以我们要考验一下它的这个穿越性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台车直线开过去。我们不要闪它，我们是直线开过去，让它的 frame 这台车的 chassis 还有这台车的 suspension 来工作，看是不是可以好好的穿过它。那我们现在往直线行驶。steering wheel 方面，我只是 hold 住罢了啊，我不要去硬抗硬。对，不用 fight 它。哦，哦 ，OK。哇，我可以感觉到它的那个 traction 哦，它的轮子一抓到一咬到地，它就给 traction 了。哦，哇，爽！好，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环节呢，叫做 ridge crossing， 就是那个马路斜的。然后现在一边是 concrete， 一边是沙地嘛 ，concrete 就会有比较多的 traction， 所以我们车上去的时候呢，左边这一 side 就会 grip 比较好，慢慢的加上去。OK， 现在后轮是整个翘起来，只有3个轮子着地哦。对。OK， 刚刚我们试的那个是30度左右的一个斜坡，这样30度这样下来泥土路哦，哇，这个感觉真的是 very good。现在我们要试的是下水了啊！这台车的涉水深度我知道是600mm， 就是2尺。OK， 现在我们下的这个水是很浅啦，没有深，可是它是很滑的，然后又有水。不过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这辆车。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很轻松就穿过了。OK， 经过刚刚一连串的测试呢，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们大家讲，这一台车虽然长到漂漂亮亮，就是一个高级感，就是一个千金小姐的 feeling 啊。但是刚刚我们做了这些 off-road 测试啊，爬坡啊，然后做了这个跷跷板啊，还有下水啊，我就发现原来它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野人啊。所谓的野人不是坏事啊，也就是讲，如果你把这台车买回去，都市使用、城市使用的时候呢，你感觉到的就是它是一台很舒适的 SUV。可是如果遇到地震、板块移动、有道路断裂，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你要走 off-road， 这台车也是可以轻松应付啊。尤其是我对它的整个操作系统，还有它的 traction control 非常的满意。off-road 的表现，我个人觉得以一台那么漂亮的 SUV 来讲的话，它的表现真的很赞，超出我的预料。我以为在爬坡的时候，尤其是遇到这种 roller ram 的时候啊，会在
在那边转很久，结果我油门轻轻踩一下，动力一来 ，traction 一给到，马上就过掉了，所以整个体验非常的好。你问我喜欢这台车吗？我当然喜欢这台车，觉得它的整个外观，它的整个越野表现，我觉得分数是可以给到很高的。有很多自称自己是 SUV 的车型啊，你敢来这里挑战吗？什么 X70啊，还有那些更好笑的Ativa。来这边应该就是卡住了，根本没有办法通过。那这台 J Cool 的 J7 呢，可以有那么好的表现，让我感到很惊喜。所以接下来有机会，我会向 J Cool 跟他们借这一台 J Cool 的 J7。我们今天试了 Off Road， 接下来我们再来试马路长时间的使用，我们要试看它的这个油耗表现，还有马路上面的动力表现。所以喜欢我们的频道，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这样接下来我们出最新影片的时候，你们就不会错过了啦。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